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露思新剧空降3天破3万，诚意却被全网吐槽，差距咋这么大？谁能想到，之前跟公司撕得那么难看的赵露思，一部新剧突然就翻身了。说起来这事儿真挺戏剧性的。前段时间赵露思在网上公开艾特自己的公司，那架势明摆着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你想啊，一个艺人能把事情闹到台面上，得多绝望。他当时拼了命的喊话，就想要个说法，结果公司那边压根不搭理，最后他失望透顶，直接把账号给注销了。这下好了，大家都以为他要凉了，毕竟在这个圈子里，跟公司闹僵基本上就等于自毁前程。不少人私下议论，说他这回是真的要退圈了。可你猜怎么着？9月26日许我要演突然空降播出，直接就把所有人的脸给打肿了。这个剧牛到什么程度？开播当天热度就冲到了2万7，稳坐腾讯热度第1的宝座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在没有任何宣发的情况下做到的。原本说好暑假档播出的，结果因为他和公司那档子事儿，连个预热都没有，就这么悄无声息的上线了。更离谱的来了，10月4日，也就是播出才3天的时候，官方就发了喜讯，热度已经突破3万。这是啥概念？今年破3万最快的剧？这下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估计都傻眼了吧？有人可能会问了，这个剧到底有啥魔力？说白了就4个字，对了胃口。剧里赵露思演的许妍这个角色，压根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傻白甜女主。她喜欢上了沈浩明，可两家的家境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为了能嫁给心上人，她居然选择假扮成高知家庭出来的姑娘。不过你别误会，她可不是为了钱，纯粹就是为了爱情。这个设定就挺有意思的。面对婆婆的各种刁难和试探，她每次都能巧妙化解。观众看的那叫一个紧张，心想这要是我早就露馅了，可人家愣是扛住了。而且剧里拍摄手法特别爽快，有长剧的质感，又有短剧的节奏，看着就是舒服。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嘴，剧里赵露思的穿搭简直火出圈了。你走在大街上，10个姑娘里能有3个穿的是她剧里的同款，这商业价值，想想她公司现在的多后悔。国内火就算了，这个剧在国外也备受关注。好些外国粉丝跑到评论区留言，催着制作组赶紧出外文字幕，说他们等不及了。这热度真不是盖的。咱们换个角度想想，他公司当初到底是咋想的？这么一棵摇钱树放着不好好经营，非得把人逼到要退圈的地步。之前剧组解散的事儿，公司说好会解决，结果呢？从他口袋里掏钱赔了了事，这能不让人寒心吗？赵露思当时是真的失望了，甚至都做好退圈的打算了。可合约还压在那儿，他也只能硬撑着。现在好了，新剧一播就爆了，他这个翻身仗打得那叫一个漂亮。公司的人现在肠子估计都悔青了，眼睁睁看着钞票飞走，那滋味能好受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剧为啥这么受欢迎？除了演员表演在线，更重要的是它真实。剧里把富人的精明算计和那股子傲气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不再是以前那种穷人满肚子坏水，富人傻的冒泡的套路。能爬到上层社会的，有几个是真傻的？这才是现实啊！说完赵露思的逆袭，咱们再来看看成毅那边的情况，这对比就更明显了。今年成毅的运气是真不太好，之前莲花楼给他圈了不少粉，大家都觉得这小伙子挺有潜力的。结果富山海一开播，直接就翻车了，而且翻得还挺彻底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台词听不清。
观众都懵了，这演的啥玩意儿？声音小的跟蚊子似的竖着耳朵听。程毅后来出来解释，说他演的角色刚穿越过来心虚，所以不敢大声说话。这解释听着好像有点道理，可问题是剧里的人听不清，剧外的观众也听不清啊，这就不太合适了吧？更搞笑的是，剧里居然有穿帮镜头，程毅手里拿着剧本的画面就这么大喇喇的播出来了。你说这剪辑师和审核是咋干活的？正常来说，演员演戏之前肯定的把剧本放下，然后进入角色状态。可这倒好，直接把剧本都拍进去了，这是看着剧本演戏呢，还是不小心把花絮给剪进正片了？这制作水平真是没法说。好端端的一个项目，就这么被拖了后腿。程毅的粉丝也是挺不容易的，眼看着自家哥哥被骂，纷纷下场控评做数据。可越是这样，反而越招人烦。你想啊，大家本来就是吐槽几句图一乐，你非得跳出来说这不行那不对，路人能不反感吗？就连当初力挺程毅的梁婷都看不下去了，专门出来说粉丝可以打榜做数据，但别当正义的化身到处对人。这话说的够直白了吧？网上吐槽的人那么多，粉丝越冲，别人越觉得你玩不起，反而骂得更狠。这年头谁还没个账号啊？大家都有发言权，你越想捂嘴，事儿闹得越大。关键是有些东西就是事实摆在那儿，你总不能强行说白的是黑的吧？粉丝要冲也该冲那些审核不严的制作方，而不是对普通观众。人家就是看个热闹，哪管你投入了多少心血，只在乎看得爽不爽。你看这一对比，差距就出来了。赵露思的新剧质量过硬，哪怕没宣发照样能火。程毅那边制作拉胯，粉丝再怎么努力也救不回来。这说明啥？打铁还需自身硬啊！说到底，观众不傻，你东西做得好，自然有人看。你糊弄人，粉丝再多也白搭。赵露思这次是真凭本事翻身了，而程毅这边说句实话的好好反思一下了。不是说他演技不行，而是整个团队的给力才行。一个人再能打，架不住队友掉链子。想想也挺感慨的。有些人可能一部剧就能咸鱼翻身，有些人也可能一部剧就被骂到怀疑人生。娱乐圈就是这么残酷，没有永远的赢家，也没有永远的输家。今天你火了，明天说不定就凉了。今天被踩在脚底下，转头就能站起来。赵露思和公司那档子事儿闹得那么僵，谁能想到最后是他靠作品说话？而程毅之前莲花楼积攒的好感，一部剧就消耗的差不多了。这教训够深刻了吧？观众要的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好好讲个故事，认认真真拍个剧，别糊弄人，别把大家当傻子。你用心了，观众看得出来；你偷懒了，同样跑不掉。